农历32年春，天王陈八荒镇7国战神于天朝阁，自此天下太平。世人皆传此战中，天王自知杀于国中，自囚于天朝阁内，从此再无人知他的消息。天王5年之期到，现今如何有难？请您出阁相助。天王已死，下去听招儿。本座终于出来，天朝阁根本困不住你，我要宰光你们这些龙国畜生！天王，你不要龙国，不要梦里小姐了吧？天王，他早已经死了。梦离还活着。梦离小姐当年侥幸逃过一劫，如今却被唐家大少唐云霭凌虐逼婚。你说什么？陈八荒，当年你陈家权倾朝野，提亲之人踏破门槛，如今你陈家破灭，这婚我君家退了。陈八荒，安心做一个废物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唐家与你就此再无瓜葛。你也是来退婚的吗？八荒哥哥，我愿意和你完成婚约。于梦离，就算你再贞烈有什么用？我还是得乖乖成为我的女人。汤云海先生，您愿意娶云梦离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云梦离小姐，您愿意嫁给汤云海先生吗？要是不嫁给汤少，梦离，你别任性了！我们就死在你面前！云梦离，你别任性了！死在你面前！我不愿意。他不愿意。他是谁？敢在汤家的婚礼上闹事儿？该不会就是云梦离那个短衣老公，全家被灭门的天煞孤星？陈八荒，你还敢回来？八荒，梦离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荒你没有死，为什么5年来音讯全无？知不知道我这5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是谁？这是谁干的？哪里来的狗杂碎？我的女人你也敢抢？梦离，走啊！走啊！我云海，梦离受过的苦，要你们1000倍偿还！雷大师，把他给我碎尸万段！给我弄死他！谁敢挑衅汤家天威？雷大师乃是10万禁军教父，狗盖世，一人能抗衡一支百人小队。当心，让你见了雷大师，也要礼让3分。八荒，你死定了！小子，我奔雷神功大成，今天就第一个拿你祭旗！什么？雷大师竟然被这小子一指镇杀了！我给你们一个认错的机会，现在跪下，与梦离磕头，可以不追究逼婚之事。要我们汤家给他磕头认错，这小子怕不是疯了？汤家可是100年世家，连城主大人都要给面子，怎么会怕这小子？当然，最可免。
何罪难逃。陈八荒，你敢废我弟弟，你找死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杀了！玉皇大人到，传国主令。玉皇大人，您怎么来？天王大人破关出山，国主命我协助阳城城主，在1周后为天王大人举办升盟大典，普天同庆。 5年了，天王大人出山，我龙国的动员回来。玉皇大人，请替我转告天王大人和城主大人，1周后我汤家自当赴宴。但现在我汤家还有一点私事要处理，我要杀了这小子！住手！玉皇大人，这小子不仅大闹我汤家，还废了我弟弟，您当真要保他？天王出山，普天同庆，传国主令，为期1周，阳城各大家族不得犯杀戒。什么？陈八荒，算你运气了！你给我记住，升龙大典后就是你的死期。陈八荒，当年你我婚事作废，我算欠你一次。如今我救你一命，今后你我恩怨两清，以后别再纠缠了。有病！你好自为之。八荒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但是现在又惹到了汤家，他们可是阳城4大家族之一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先回家去。你要去哪？这个朋友。天王，听闻您出山，阳城城主特意为您献上清明上河图一卷，希望您能出席1周后的升龙大典。他有心了，替我转告他，到时候我会去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跪下！你们聋了？还不快跪下！八荒，你想让我的女人给你下跪，恕我直言，你受不起。放肆！陈八荒，你不过区区一个陈家余孽，要不是刚好赶上升龙大典，阴差阳错留你一条狗命，你还敢在这儿口出狂言？快把他们赶出去！奶奶，八荒他不是故意的。奶奶，你看着陈八荒第一次上门来，连个见面礼都没有。他一个臭当兵的，能拿出来什么东西？他有脸送，我都没脸收。清明上河图一幅，作为聘礼，赠给人家。什么？青云上河图，这可是无价之宝呀！这可是当年皇帝最心爱之物，曾有富豪开出数亿的高价收购啊！奶奶，这画呀是假的。亲爱的，你来啦！看看，你说这画是假的，我看着这也不像啊。奶奶，我曾有幸啊在朱城主家中看过真迹，这个清明上河图呀，是朱城主家历代相传的传家宝。这画难道是朱城主送你的？没错，这确实是朱广林送给我。我没听错了，就你这废物，也配让朱城主赠你画啊？啊，你真当自己是天王啊？妈咪，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好女婿，居然拿一幅假画来糊弄我。我本来还想带你去向汤家求钱，看来是不必了。来人，把他俩关进狗窝，在升龙大典结束之前不许出来。奶奶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废物丈夫得罪了汤家，这要是跑了，回头汤家问我们来要人，我们怎么办？囚禁梦里，就是为了向汤家摇尾乞怜。放肆！陈八荒，你怎么跟奶奶说话的？原本我是看在梦里的面上，想庇佑人家，现在看来不配。八荒，快别说！你废物！捡了一条狗命还敢口出狂言，真不知死活！陈八荒，要不是升龙大典，你早不知道死哪去了。把他们看好了，等升龙大典结束，就把他们送进汤家处置。等等，等等，嫂子，八荒，当年七国战乱，我与你走散，征服中山，就是嫂子救的你。此次恩情，我必会报答。奶奶，您就放了梦离吧，不管怎么样，她毕竟也是您的孙女啊。现在放她，要是汤家再来问罪，那该怎么办？升龙宴后，若汤家还不肯罢休，这件事儿我林颜若扛了。嫂子，
你该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云城四大家林家的大小姐吧？3年前，你丈夫得罪了阳城的地下河，不仅自己被当街砍死，就连你们林家，为了逃避责任，把你从家族除名。你觉得凭现在的你，还能对抗这个汤家吗？你们，嫂子，你先别生气，这件事我们自己承担。梦离，嫂子当年就是因为选错了人，这一生都搭进去了。可是你不能再重蹈覆辙呀！既然你的男人没用，那就让嫂子来保护你。我马上就回林家，求我爹保你一命。嫂子，嫂子，梦离，你们不用求谁，我已经和汤家说过了，1个月之后，他们自会跪在云家的门口，可以顶罪。陈八荒，你这个畜生，还想拉云家下水？云梦离，你看看你找的好男人，你是要害死云家吗？奶奶，您别急啊，我现在就给我爹打电话。爹，我有件事儿想要拜托你。如果你是为了汤家的事儿，你就不用再说了。爹，就算我求您了。你的那个小姑子，我会帮她求情的，但是她的那个男人我救不了，他只有死才能平息汤家的怒火。嫂子，你能不能再求求你父亲？我爹能保下你，就已经是极限了。云梦离，其实你想救陈八荒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1个月后呀，就是升龙大典，你们呀，只要能拿到代表入场资格的潜龙令啊，你们就能火了。我想啊，即便是汤家，他们也不敢对待参加大典的宾客动手吧？我该怎么拿到潜龙令？就你也想拿到潜龙令？这潜龙令吧，是现在阳城最值钱的东西。这据说啊，一枚可是价值1000万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其实呀，我认识这个大典的承办方，城主府的执事徐少，我呀可以帮你们打个电话问他，他呀一定有这个钱。韩少可真是神通广大呀！云梦离，听到没？我老公愿意救你一马，还不快过来背个信子？韩少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，我求求你。梦离，你不用救他。好，看在你这么诚意的份上，我呀就救救你这个废物。哎，徐少，我呀韩唐，能不能拜托您个事儿啊？帮我弄1、2枚这个潜龙令。潜龙令这玩意儿一共也就只有88枚，不是你姓韩的，你掂量一下自己，你配有1枚吗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好，好了，办妥了。谢谢韩少，谢谢韩少，谢谢。梦离，他这是骗你的，你有这项潜龙令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送过来。3枚够不够呀？陈八荒，你在说什么大话呀？是韩少救了你，我们应该感谢他。听到没？还不快过来跪下来谢谢我老公。今天10分钟之内送3枚潜龙令来云江。陈八荒，我是压根真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挺有演戏的天赋的呀，装的跟真的一样。云梦离，你不会还相信他吧？刑天可是我龙国最强战神，你一个电话就想将来啊？信我一次，好吗？够了，你真把我云家的脸都丢尽了！来人，把他乱棍打出去！刑天大人到！刑天大人到！刑天大人，您能来我云家，我云家蓬荜生辉，但不知您此行有何贵干？云老太君，我这次是为了云家女婿而来。云家女婿？您是说陈八荒？这是谁干的？刑天大人，这个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就在城中，所以这个画就是假的。这画是我亲自从城主府拿来的。你是说这幅画是假的？不会。陈先生，3枚潜龙令已经按您的吩咐送到。这竟然是真的潜龙令，这上面还有
城主的刻字。老太君，既然你说这画是假的，那你现在看看，这潜龙令是不是也是假的？这梦离，从今以后，你不用再去问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我在大体上等你。恭喜老太君，有了这3枚潜龙令，我云家登星啊！没有想到呀，陈八荒才是我云家之龙。梦离，师奶奶看走眼了。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！晴天大人不是说了吗？这潜龙令啊，是给云家女婿的。老公，你的意思是？对呀，我也是云家的女婿呀！哎呀，这潜龙令啊，就是给我的。这个刑天大人一定是着急认错人了，这个肯定就是徐少送给我的。不可能，八荒不会骗我的。是真是假？我打个电话一试便知。喂，哎呀，徐少，还是我，韩唐啊。我想再问一下关于这个潜龙令的事儿。不是韩唐，你烦不烦呢？老子没跟你说清楚吗？潜龙令连我老爸都只有1块，你哪来的脸跟我要？可我确实收到了3块啊！我看你真是脑子进水了，整个阳城都他妈不一定能凑出3块潜龙令，当你是天王啊！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挂了。居然还有人敢造假潜龙令，真是不要命！喂，老公，这3块潜龙令不是徐少送给你的，难道说真是那陈八荒废物的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没有听见吗？连徐少这个大胆的承办方都说了这是假的，那这潜龙令啊，它就是假的。我看呀，连那个星间战神呀，也是这个陈八荒这个废物找人花钱请来的。老公，还是你谨慎，不然到时候我们云家拿着这3块假的令牌去大典现场，可得被大家笑死了。我说怎么跑得那么快，原来是害怕被拆穿。这个挨千刀的混账东西！奶奶，天王，阳城城主听闻您初到阳城还没有居所，特意委托我给您送上桃花1号别墅，还有这城主令，方便您日后行事。听我转告他，还有心愿。怎么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天王，军部刚下调令，命我担任南州总督，3日之后上任，3天后会在阳城酒店有一场招标会，希望您能出席。好，有空我会去的。属下先告退了。大荒，你快跑吧！韩唐他们已经发现你的潜龙令是假的了，到时候我们进不去升龙大典，他们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进升龙大典根本不需要什么潜龙令。你在说什么大话呀？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梦离，有件事情我向你坦白，其实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护国天王，这个升龙大典也是为我而办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大话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梦离，你相信我。既然你不走，那我只能再想别的办法。哎，不信也好，1个星期之后我会给你个惊喜。陈八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八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八荒，汤家已对你下了格杀令，生命迫你必死。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我劝你一句，早日离开阳城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你一条性命。我能救你1次，我不会救你第2次。一个小小的汤家，我还没有碰过。你这人，我见小姐好心劝你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不用吧，既然他要找死，那就让他去。别忘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。晚辈君玉皇受任3星战神一职，求见天王。自你离开天朝阁后，你镇压的敌国战神屡次破关逃离，就连最强大的撒旦也已冲破束缚潜入阳城，恐对龙国造成威胁。我等无能，还请天王相助。小姐，是不是您得到的消息有误啊？天王他不是住在这里。不可能，这里就是阳城城主安排给天王的住处。城主给我的消息不会有错。天王，如今龙国有难，还请天王出手。行了行了，我听见了，叫这么大声干嘛？我又不是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听见了，我又不是聋子，叫这么大声干嘛？都别愣着了，进来说话。跟我详细说说吧，撒旦他们跑到哪儿去了？你怎么会有天王别墅的房卡？难道你真的是天王？陈八荒，我没想到你还挺会装腔作势的嘛。不过冒充天王大人乃是死罪。
可是小姐，他能进天王的别墅啊？能进别墅的又不一定是天王。你不用装了，我已经看穿你了。以你现在的处境，整个阳城能救你的也就只有天龙大。你自知拿不到升龙大典的邀请函，便找机会进入这桃花1号别墅，成为仆人，借此接近天王大人。怎么样？被我说中了，哑口无言了吧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你说的我都差点相信。陈八荒，你不用故作镇定，掩饰你内心的恐惧。你放心，如果天王回来后，你把我带来的消息如实传达给天王，我可以装作不知道你冒充天王的事情。不过你记住，我又救你。小叶，我们走。对了，天王大人喜怒无常，如果你有机会侍奉他的话，记得要恭敬一些，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。真是个蠢女人！我若真喜怒无常，你都不知道死多少。喂，梦里，有什么事吗？不好了，八荒，我家里人在招标会门口和人吵起来了。啊，你快过来一趟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刑天总督召开的招标会，阳城的各大家族都能参加。我们云家也是阳城有数的大家族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云家，请稍等，看一下。快一点，耽误了我们参加招标会，你们几个担待得起吗？云家确实有参加招标会的资格，但是你们并不在云家成员的名单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们这几个竟敢污蔑我们不是云家人！这份名单记载了阳城所有家族的信息，是不会有错的。我今天就是要进去，你还敢拦我不成？要不算了吧？是啊，要不算了吧？就算我们进去了，还是送不了标啊。梦里，八荒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来参加招标会，但是这两个安保说我们不是云家人，不让我们进。你跟这个废物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他还有办法让我们进去不成？好的。妈，妈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和这几个解释清楚。他们说我们不是云家人，不让我们进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你们一家的确已经不是云家的人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来告诉你吧，因为这陈八荒啊得罪了汤家，为了让云家不受连累，奶奶呢就把你们一家3口的名字从族谱上划掉了。所以啊，你们现在不是云家人，这自然啊也就没有资格参加招标会啦。现在不是云家人，这自然呢也就没有资格参加招标会啦。你们不会以为顶着云家人的名头就能够进去参加招标会？我们云家人进不去，你们3个被逐出族谱的人就能进去了。是这样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云家人和野狗不得入。八荒，你别再说了，已经够丢人了。云梦里，你们呢就站在这外面吹冷风吧，我们呢就先进去了。都怪你这个害人精！同样是云家人，他们能进去，我们却进不去，都是你害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说了，他们进不去。刑天总督有令，现在起，云家人一律不得参加招标会。我说了，你们进不去。我们进不去，你这废物就能进了？当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云家人都不能进吗？就是。吵什么吵？云家人是不能进去，但陈先生一家除外。我们居然真的进来了！花花呀，你用了什么手段呀？难不成你认识刑天总督？是这样，我以前不是当兵的吗？刑天总督也是军中退伍，所以我就找以前认识的战友帮个忙，把我们安排进来的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还以为你认识什么大人物呢，原来只是战友。不过就你一个大头兵，你的战友肯定和你差不多吧？陈八荒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还敢来参加招标会！这不是云婷吗？好巧啊！就你也配叫我云婷？叫我汤总，你女儿本来就配不上我弟，还是少来和我汤家攀亲道故了。还有，别以为升龙大典召开之前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知道云家是搞物流的。正好这次刑天总督的招标会上有一个物流领域的大合同，你说要是我汤家拿了那个合同，能不能成为阳城物流的龙头企业？你什么意思？以我汤家的经济实力，
这份合同非我莫属。到时候你们家那几间破公司就可以宣告倒闭。你们汤家人是不是都有病啊？一个个都这么自大。陈八荒，你一个小小的大头兵，自然不知道我汤家的恐怖。我告诉你，就你犯的错，整个云家都得给你陪葬。云家是不会破产，因为今天这本合同肯定是梦里的。就那几间破公司吗？拿什么和我汤家斗？你们这就是在自取其辱。各位尊贵的来宾，欢迎你们来到刑天总督召开的招标酒会。在这次酒会上，一共会有5份来自不同领域的合同，各位可以在你们面前的信封里写上你们预期投标的项目，稍后会由刑天总督亲自筛选。你要贿赂刑天总督？你怕不是个傻子吧？这位刑天总督以前是战神，威名赫赫，你来参加他的招标会却什么都不送，我就等着被他记恨上。到时候啊，说不定都不用我出手，你们云家就倒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不知道这事，根本没准备礼物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准备礼物。真的吗？你准备了什么？就是这个。陈八荒，你是要笑死我吗？一包榨菜，你居然拿来当礼物，你这是在羞辱刑天总督吗？虽然这只是一包普通的榨菜，但是对刑天总督来说，却是意义非凡。陈八荒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想害死我云家吗？完了，云家完了！八荒，你太鲁莽了，刑天总督会怪罪我们。茉莉，你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接下来由我们刑天总督来宣布合作公司的名字。各位，在你们送来的众多标书当中，有的送车钥匙，有的送房产证，还有送女明星的联系方式。但是其中有一份标书，里面只有一包榨菜。这是哪个家族干的蠢事儿？这不是在羞辱刑天总督吗？哎呀，陈八荒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，你太会作死了，看来真的不需要我动手了，这气死我了！安静！我知道这包榨菜对你们来说很可笑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它意义非凡。当年在大雪峰山的战场上，饿了10天的我，就是靠着天王送的一包榨菜活了下来。所以我看到它，就想到了我的袍泽们。所以我决定将这份物流行业价值100亿的订单赠送给云家。没想到啊，云家居然靠一包榨菜拿下了价值100亿的合同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云家有了这份合同，怕是要崛起了呀！大哥，我们居然真的拿到订单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茉莉，这是真的。有了这份合同，看云家谁还敢看不上我们！你们别高兴的太早了，就算你们能拿到合同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吐出来。奶奶，我们拿回了刑天总督的合同，是不是可以回归云家？梦离啊，虽然你拿到了刑天的合同，但是这个废训惹怒了汤家，害我们云家遭受连累，市值大跌。可是奶奶，这也不能怪八荒啊！住口！你这冒冒失失的，就算拿到合同，怕是也做不好。我看呢，就让娜娜接手这个项目。怎么可能？奶奶，合同是八荒拿回来的，你怎么能就这么定了？哎，某些人呀，处心积虑，毫无大问题，到最后呀，还是给别人做了嫁衣。奶奶，您这也太偏心了吧？难道梦离她就不是您孙女了吗？你们一家要想参与这个项目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们云家现在在外有一笔货款，你们要是收回了，我就许你们分一杯羹。陈八荒，你不是一直说自己很厉害吗？现在我们云家的资金都被徐少的工程给拖着，你有本事就去要啊！这太危险了，梦离，你不能去。这样，我认识鼎盛集团的周总，
他手里也有和刑天总督的合同，我拜托他分一个项目给你们啊。嫂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以解决。我若是能要回债务，你们便不许逼迫梦离。哟，小子，你知道薛少是什么人吗？啊，他呀，可是城主府的执事，在整个羊场呀，压根就没人敢要他的账。巧了，在整个羊场也没有人敢不还我的钱。你真是笑死人了！说几句谎话呀，就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，7天，你要是能把钱要回来呀，老子给你100万。用不着7天，1天足够。王离，你走。你这臭送外卖的，没长眼吗？知不知道老娘这是多少钱？你送10年外卖也赔不起。这明明是你先逆行的，你还敢顶嘴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又是谁？放开我！王春华，他不就是把你的车刮掉点漆吗？你至于这么打人吗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当年铃兰中学的校花云梦离呀！为难你这位大校花还记得我。我听说前几日的婚礼上，放着汤家大少不要，跟一个臭当兵的跑了。哼，就是他吧？你们呀，现在已经成了阳城的笑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天王军团内部才有的念币。你以前是天王军团的人啊？我以前在天王军团第7师服役过。我管你是送外卖的还是当兵的，赶紧赔老娘钱！今天这件事情，我管。你管？你个臭当兵的拿什么管？我这车买来200多万，他给我刮擦了这么多，至少要赔我50万。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不是我要赔你，是你要赔他，还要向他道歉。让我赔钱道歉？云梦离，你这老公怕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王春华，我们都看到你逆行撞人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跟你们这些贱民讲什么道理？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吗？城主府。等会儿我把督察队的叫过来，可就不是赔钱那么简单的事儿了。我才不信城主府会招你这种不讲道理的人。哼，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城主府的身份令牌。这可是城主府的执事大人徐少给我的信物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记得城主府的身份令牌是金色的，不是白色的？你这该不是假的吧？你这臭当兵的懂个屁！城主府的大多数令牌都是白色的，只有几位执事大人才有红色的令牌。至于金色的令牌嘛，那只属于城主大人。你怎么可能见过？是吗？你说的金色令牌，该不会是这个？是。这是城主令牌，你是城主府的人。我可不是什么城主府的人，我只是一个臭当兵的。啊，对不起，陈少，对不起，是我瞎了眼，刚才没能认出来你。那现在还要不要我赔钱了？不用，当然不用，当然不用，我来赔就行，我来赔。只是赔钱吗？对不起，刚才我不该动手打人，请你原谅我。道歉。要有诚意。大哥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起来吧，起来吧。陈少，那我现在能走了吗？滚吧。是。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好，谢谢大哥。你真是太坏了，万一他发现令牌是假的怎么办？谁说我的令牌是假的了？跟我还装呢，是不是？等，喂，什么？嫂子出事了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有空给我打电话？周总，你不是拿到刑天总督的合同了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当年于婷大哥在的时候，咱们合作这么愉快，这点小事儿还用说吗？真的，那可太感谢你了。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咱们这么久没见了，一起见面吃个饭吧。好吧。林爷啊！我走出去。
装作不认识啊？周总，我本来以为你是吃饭，所以我才答应来的，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地方。怎么了？这儿不能吃饭？既然嫂子想吃饭，来人，拿点主食过来。不用了，我马上。李彦若，给脸不要脸！信不信让你什么合同拿不到？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啊，要是把我陪，什么项目？但要是让我不满意呢，就询问我情。周总，请你自重。自重。嫂子，你才看我傻吗？现在谈合同哪有没税的？你无耻！你要走，请便。至于梦怡呢，恐怕是万劫不复了啊！好，我可以陪你喝酒。这就对了吗？嫂子，关于这合同啊，我周家有的是。至于你能不能拿得到呢，就看你的程度。合作愉快。嫂子，你真的是太美了，不如让我们来玩点更刺激的东西啊！周宝尊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嫂子。嫂子，就是因为你是我嫂子才好玩吧？收了这么多人，不然你就算再美，老子玩着也没劲。你干什么？嫂子，收了这么多人，进啊！我来满足你。也不知道嫂子那边怎么样。担心的话，再打个电话问问。没有人接。不好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嫂子说晚上要去跟周防孙吃饭。若，给我查一下，周防孙和林嫣若现在在哪？你放开我！嫂子，你真像一个艺术品啊！玷污了你，云婷那小子会不会气得活过来呀？啊！周防孙，陈大货，小东西，捣坏人的好事，来人！哪儿碰过他？哪儿碰过他？老子来的厉害，儿子哪儿都碰我了。老王，这个女人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你凭什么护着她？林嫣若要出了事，我老不会很伤心的。就因为这，就因为这，为了我两只手，我何止分你两只手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道歉有用，道歉要是用的话，要法律何用？陈老师，快住手！那要法律何用啊？陈老公，快住手！陈老公，你把他给杀了！有些垃圾是不配活在世上。陈八货，你真的够了！能不能做点让我安心的事情？你惹了汤家，又惹周家，你是想死吗？别担心，我说过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他们家和周家没放在眼里。梦离，他这样的豪言壮语，你可千万别相信。当年你哥就是这样，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就可以闯出一番天地，可现实呢？现实有多么残酷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林嫣若，于婷的遭遇，我很遗憾的，但是我和她不同。陈八货，嫂子为了你去找姓周的人渣谈合作，还差点被……可你呢？你因为一时冲动就把人杀了，那不是让嫂子的苦心白费了吗？周家的合同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只要你愿意，刑天那的5份合同都可以是你的。我说够了，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他？
眼下我们只有要回货款一条路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谁给你逼成这样了？徐少，我今天见到城主府的金色令牌了。城主府最高级的令牌，那就是城主本人呐。可那人不是城主啊。不是城主。对，是一个叫陈八荒的小子，看穿着也不像什么大人物。蠢货！我看就是被他骗了。老子跟了城主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他金色令牌离身呢。居然敢骗我！目的整死你！嘀咕什么呢？徐少，您知道咱阳城的第一美人是谁吗？谁呀？难不成你知道？老子城北这块玩腻了，早就想撒网全城了。当然是云梦离了，我给你看照片。我操，这么带劲！那徐少，您想不想要她？你能帮我搞定？哎呀，徐少，您忘了，他是云家的人，您还有笔工程尾款没给云家呢，他们呀肯定会派人来要的。这年头欠钱才是大爷，等他们进了门，还不是随意被我拿捏？捏谁？你想拿捏谁？陈八荒，你怎么找来这里了？徐少，对不起，这小子硬闯进来的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你就是徐少，欠了云氏物流那么久的尾款，也该结账了。不是你小子是谁呀？徐少，他就是我之前给你说过的那个陈八荒，他旁边那个就是阳城的第一美人云梦离。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纯纯全不费工夫，竟然还真找上门来了。陈八荒，徐少可是城主府的执事大人，你假冒城主令牌的事情，徐少已经知道了，还不快跪下给他道歉？要我跪，我怕他受不起。放肆！怎么跟徐少说话呢？信不信徐少撕烂你的嘴？徐少，我可以不要那笔货款，但是求您不要追究八荒伪造城主令牌的事。云大小姐，咱们初次见面，我请你喝一杯，喝完这杯酒，我们再说接下来的事情。我不会喝酒。云大小姐，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喽？既然如此，那这小子的事情，我可就如实禀报给城主大人。等等，这酒有问题，不能喝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在酒里下药了？要是没有问题，那你就把这杯酒给我喝。你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杯酒你不喝也得喝。来人，把这妞给我压住，把酒给我灌下去。现在可以好好坐下来谈一谈。陈八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打徐少的人！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本事，不过打了我的人，今天就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。徐少，八荒他不是故意的，我可以赔偿医药费。哎，你想怎么赔？拿身子赔吗？这我倒是不介意啊！啊，小子，既然你的女人给你求情了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不过你们俩只能从这儿走出去一个。小子，把这包春药给你女人喂下去，我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，还让你把账款带回去，怎么样？陈八荒，徐少好不容易大发慈悲，你可要好好珍惜机会呀！八荒，一会儿我数1、2、3，咱们就一起跑。1、2。陈八荒啊，陈八荒，我还以为你是块硬骨头呢，没想到你也是条软脚虾呀！啊！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把这杯酒喝了，我就不杀你。小子，你他妈找死！来人呐，把所有弟兄都叫过来！今天不信打不死你！你谁呀？我弟兄们呢？司命，我的得力助手，当初在战场上孤军奋战3天3夜，斩敌800余人，被称为战场上的血玫瑰。你的那些个男人啊，估计是被他放。陈先生，你不要过来！这个女人如何处置？把她的衣服扒光了，丢到大街上去。是。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杯酒，你现在喝还是不喝？我就是不喝，
你能拿我怎么着？小子，这东西你也认识吗？告诉你，老子可是城主府8大执事之一，我的背后可是阳城城主。你今天如果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城主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的城主靠山，没你想的那么好使。有本事你让我给城主打个电话。好啊，你打。别，不妨，我正好想问问父王，他这城主府什么时候成了藏污纳垢的人？他这阳城城主还想不想？喂，城主大人，有人冒充你的名头，我拆穿他们还打我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什么？在我阳城之下，还有人敢这么嚣张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好，有本事你就别跑，城主他马上就到。我听说这朱城主很护短，要是被他坏在前，我们整个云家都要疯了。我们的账还没有要回来，怎么能走？你放心，今天别说是阳城城主，就是龙国国主来了，也得给我们钱。拿你的人在哪里？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，敢在阳城冒充我朱广陵。就是他，他不仅打了我，他还在背后骂您呢。臭小子，现在城主大人在这儿，你有本事再嚣张一个看看。人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骂。朱广陵，何止天，陈先生，臭小子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朱城主他可是阳城的天，小心你被满门抄斩。是这样吗，朱广陵？听说你要灭我满门。陈先生，您听我解释啊。朱城主，您看到了，这小子简直狂得没边儿，压根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我看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给他一个教训。混账东西，给我闭嘴！你还想教训谁啊？你想害死老子吗？朱城主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是他没把您放眼里，刚才还骂您来着。混蛋！你还敢往陈先生身上泼脏水？陈先生能提到我，那是我的福分。别说陈先生骂我了，就是打死我，那也是我罪有应得。他到底是谁呀？他就凭你想知道陈先生的身份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城主府再无任何关系。滚！给我滚出去！朱城长，滚！陈大爷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，行不行？我愿意还钱。大荒，要不我们饶了他？梦里，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，他是不会长记性。滚！云小姐，您的来意我都知道了。云家的尾款，我立刻安排人给您减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朱城主。是啊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不用客气。陈先生，我这么处置，您还满意吧？再有下一次，你的城主不用是，决然不会有下一次。大荒，朱城主他怎么对你这么恭敬啊？因为我是天王，他自然怕我。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我就不该问你。行吧，最近整顿，朱城主啊，才比较谨慎。原来是这样，朱城主手下出了事，他怕传出去对他的影响不好。你要是这么想，也没问题。以后啊，你不要这么冲动了。这一次就是运气好遇上了朱城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快点回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。这狗日的李瑶红，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想让我陪睡！娜娜，你是说负责刑天大人合同那个鼎盛集团的高管？对呀，奶奶，这真是晦气！怎么其他家族签约都这么顺利，到了咱们这儿就遇上这种人呢？肯定是陈八荒，因为他，我们整个家族的气运都变差了。哎，奶奶，我有主意了。既然那李耀红那么想让人陪睡，咱们不如让云梦离去。哎，对呀，那个小贱人连陈八荒都能接受，更何况李耀红啊！钱我已经拿回来了，现在可以让我老婆参加项目。陈八荒，你这个满嘴谎话的家伙，我看这就是一箱子假钞，怎么可能是徐少的工程款？哼！奶奶，这笔货款真的是八荒亲自找徐少要回来的。凭他，徐少怎么可能会给他面子？哎呦，我说姐姐，
这个呀，不会是某人出卖色相才换回来的吧？云娜娜，有胆，再给我说一遍。是朱城主，多亏了他，徐少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笔货款呢，也是他亲自督办的。我说呢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差点以为这个废物派上用场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，现在可以把合同给我老婆了吧？姐姐，我怎么会抢你功劳呢？这合同呀，是你拿回来的，自然也是你的呀。奶奶，之前你不是……我的好姐姐，这过去啊，确实都是我不好。这项目都是你拿回来的，那这产生的收益呢，自然都是你的。云娜娜，少演戏！我看你是自己签不了这个合同，才找我老婆帮忙。哎呦，姐姐，你这老公怎么这么凶啊？我这真心实意的给你悔过，你这他不理解我就算了，还过来质问我。我可以让你看一看什么才叫做凶。我可以让你看一看什么才叫做凶。合同拿下就好。对，姐姐，你呀，明天就去鼎盛集团找李总签字。等这项目谈成了，需要什么帮助，咱们云家肯定尽全力支持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和八荒就先走了。好，你们姐妹淘是我最想看到的。跟李总约好的12点，现在都1点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不来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这么坐着，喝点东西也挺好。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一天没个正形。平淡的日子，只要是能和你一起过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你怎么像个功成名就、退隐山林的老头似的？我本来也功成名就过，现在只想和你一起过平凡的日子。哎呀，李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参加了一个会议，聆听刑天总督的教诲，所以迟到了一点。没事的，李总，我们也刚到。哎呀，你就是云梦离吧？阳城第一美女，果然名不虚传呀！果然名不虚传呀！多谢李总夸奖，李总你……哎呀，别那么见外嘛，我呀也就比你年长几岁，叫我耀红，可以叫我一声哥哥呀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我你不想要！哪来的狗东西？这就是你们云家谈合作的态度！现在让这个男人给我滚蛋！这个项目跟你单独谈。李总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我们云家对这次合作非常有诚意，还请您……诚意？云梦雨，你带个男人来，还谈个穷诚意啊？行了，既然如此，还请二位离开。这个项目我鼎盛换人。李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云家的合作资格可是刑天总督指定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拿总督来压我。只要我说你们云家手续缺失，资质不全，无法胜任总督大人的项目，总督大人也不会说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我这么做怎么错？你是云家派来的吧？难道云娜娜没有告诉你我的条件？梦离，你还是乖乖就范，你陪我睡一觉。事成之后，这个合同你想怎么签就怎么签。我说了，你再敢碰他，我这个双手聋了！陈八荒，放开李总！李耀红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这合同给我签了！你快别说话了，李总，对不起，是合作的事。合作个屁！你们云家这么对我，还有你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剁碎了喂狗？来人！李总，别挂胡说。现在求我，晚了，上！晚了，上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？战友，你说什么？现在能把合同签了。我签，大哥，让我
现在还说不出，我老婆资质不全了。没有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还要不要我老婆回睡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那还不快切！我去，我去！你说你早这么听话，不就完了吗？老子陪我老婆这么多时间，您教训的是，您教训的是啊！老婆，合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妈的，敢这么对我，我要让你与家万劫不复！喂，李总，我云家送的礼物你还满意吗？哎呦，合同的事儿不着急，等您享受完了再说不迟。狗屁的云家，还他妈说什么合同？你个臭老太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让那个姓陈的滚过来给我磕头认罪，再让他把老婆乖乖的给我放在床上，要不然你们云家这辈子都别想合同的事儿了。哎，李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好问问你的那个孙婿吧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给我叫救护车！大黄，今天虽然很感谢你，但你把李总给打了，他会不会报复我们云家？跟这种人没什么好客气的，如果一次打不服，就再打一次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打打杀杀啊？我没打，思密打的。你，反正以后不许你这么冲动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奶奶、爸妈，我把合同买回来了。你把李总陪好，你还敢回来？没把李总陪好，你还敢回来？奶奶，你看一下合同签好了，不是一定要陪那个人渣睡才能拿到合同。闭嘴！你这个不孝子孙！娜娜好心把签合同的机会让给你，让你一个人独占功劳。你是怎么做的？你带着这个废墟去殴打威胁李总，没想到你为了这点利益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。我云家怎么生了你这种蛇蝎毒妇？狗东西！你瞪我干什么？这件事就是你们的错。现在李总放话来了，今天晚上要在床上见不到梦离，就别想签这个合同。这件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容忍你们这家人的行径。你们有什么办法？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，他能怎么解决？不过是跑去李总面前下跪认错罢了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呢也该准备准备，李总在床上等你。大黄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们。李总真是好手段，刚签完合同，转头就去威胁云家。哼，那又怎样？陈八花，你现在不还是乖乖要跑过来给我道歉？想好怎么让我原谅你了吗？李总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准备用什么理由让我再放你？你个臭老子，打了李总还敢来这里嚣张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这小子，他就是来集团捣乱的。哼，陈八花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妈的，老子不装了！现在跪在我病床前自扇10个耳光，然后把你老婆撸光了送在我床上，兴许我高兴了，还能放你一马。要不然，云家破产了！愣着干什么？赶快给我跪下！你有没有觉得你这老头在对称？少他妈给我废话，跪下！现在看你顺眼多了。现在看你顺眼多了。混蛋！你死定了！刑天大人今天的视察，马上就过来，到时候你不会放过你的。李总可是得到刑天总部看中的人，上了云总就是他们刑天总部的脸。哦，
刑天在这。怎么怕了？完了！你现在给我跪下，自废双腿！等会儿在刑天大人面前多和你少说2句，走之后我会让你死得那么惨！你就这么确定？刑天他来了，会帮你？废话，我可是刑天大人的心腹，他们帮我，难道拿你不成？行，既然如此，你这条腿不仅留着，刑天来了得断了。这家伙简直是不知死活，不仅敢直呼刑天总督的名字，还当众行凶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。刑天总督当然最讨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了，一定会把他给摁死的。这个大罪，刑天总督刚到江城，正是立威的时候，一定会拿他杀一儆百的。刑天大人到！刑天大人到！哈哈，刑天大人来了，他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。陈八荒，你完了！刚才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你不是说要当着刑天大人的面动我？来呀，你动一个试试，你动一个试试啊！你确定？这不行了，上面行凶还是要罪加一等，他就牢底坐穿了。刑天大人嫉恶如仇，他一定会付出血的代价。刑天大人，就是这个小子，他居然当着你的面敢动你的穷百方，这是他赤裸裸的打你的脸呐！你应该庆幸我现在退役了，否则你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。刑天大人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是为这个臭小子打成这样的，你应该惩罚他才是啊！你要我责罚天王？你是说他就是镇压敌国、六大战神的天王？天朝阁里还算宽敞，6大战神在里面住的可是寂寞。你要不要也进去陪陪他们呀？不要！里边都是变态，是魔鬼！敢惹天王发怒，李耀宏，你长本事！天王饶命！天王饶命啊！你两面三刀，出尔反尔，凭什么饶你？我工作能力很强，让我留在鼎盛集团，我一定会为天王还有刑天大人创造更多的利益价值的。伪造假账、潜规则女下属、私吞回扣，你的财富就是这么得来的事？天王、刑天大人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伪造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些话你留给总督察说。大人饶命！天王大人饶命啊！饶命！哎呀，天王饶命啊！天王饶命！天王，属下失职，请责罚。起来吧，打仗你是把好手，管经济刚上手，有点纰漏也是可以理解。谢天王隆恩。天王，我已经将鼎盛集团转移到了您的名下，日后夫人的合同绝对不会再出纰漏。弄得这么麻烦做什么？你知道我不想再管事情。天王，有了鼎盛集团，您在阳城办事会方便许多。行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被他刁难，就过来看看。怎么样？你给他道歉了？不是我给他道歉，是他给我道歉。而且啊，他还把鼎盛集团送给我。我担心你担心的要死，你还在这说大话。行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住哪？我住桃花1号。你说哪儿？桃花山庄，桃花1号。你可真是……天王，你钱包掉了呀！小姐，你都来了多少次了？城主大人都说了，天王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，肯定是不想被人打扰，找了其他住处。走吧。玉皇大人，陈八荒，你作为天王的仆人，就该有仆人的自觉，别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什么人都往里来。这里本来就是我家，我带谁回家，还要跟你报备不成？人家是将军，注意点态度。就是，怎么跟我家小姐说话的？陈八荒，你还真是爱慕虚荣，为了在女人面前赚面子，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懒得理你，梦玲，我带你进去。糟了，我好像把刚才的卡丢在医院了。
天王已经不住在这里了，还有你这个仆人有什么用？房卡肯定早就被收回去了，你居然还找出这么蹩脚的理由，真是可笑。陈八花，在女人面前打肿脸充胖子是没有意义的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小燕，我们走。八花，他们的话虽然有些难听，但还是有道理的。我也希望你能够找一份工作，踏踏实实的。梦离，你也不相信我的话吗？我现在就要行骗，把卡给我送过来。随便你们，我走了。哦，明天奶奶寿宴，你记得来。天王，你把卡落我这儿了。天王，你把卡落我这儿了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人都走了。这年说真话都没意思。陈八荒人呢？他有些事要处理，等会儿就来。梦离，你快催他！既然老太君大寿，可千万不能迟到。而且今天一定要管好那小子，免得他胡言乱语，惹得老太君不高兴。爸，八荒他不是那种没分寸的人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真是越来越没规矩。好歹我们也是雨云家人，竟然都没人过来招呼。你们自己找个地方坐吧。哟，大伯，你们来了。是你。梦离，怎么没见你那个废物丈夫呀？难道是老太君的宴会，他压根儿不屑参加？今天这些饭菜呀，他可能一辈子都吃不上，真是可惜。老公，你真逗！这种场合，那个废物来了又能怎么样啊？以他的那种身份地位，难道还能上桌吃饭不成啊？就算不上桌吃饭呀，这闻一闻味儿，对他而言呀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哎，梦离，要不这样，你打包一点，我带过去。老公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谁说我不会来？梦离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对不起，昨天是我话太重了。没关系，我以后永远都陪在你的身边，不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这不是我那个废物姐夫吗？怎么闻到食物的香气儿，闻着味儿就跑过来蹭饭了？陈八荒，这身衣服不错啊，哪儿租的呀？这人呐，穷不可怕，但是不仅穷，还爱慕虚荣的，租身衣服就来参加宴会，可是不太好。再敢多嘴，立刻让你血溅会场！血溅会场？今天是老太君的宴会，你敢放肆？老公，这陈八荒还是有点本事的，不忘了没大声下场。算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呀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把女儿嫁给你这个扫把星！妈，八荒他又没有做错事。他做的事还少吗？要不是他做事不过脑子，到处惹是生非，我们能这样被针对吗？走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？走。妈，来了，今天正好有事儿跟你们谈。哎，好的妈。是哪个杂种杀我弟弟？给我站出来！你必须要让他走日的场面。外面什么动静啊？估计是周房尊的哥哥周天浩来寻仇来了。寻仇？寻什么仇？我们云家和他兄弟二人毫无交集，哪来的仇怨啊？哟，大伯，你还不知道你的好女婿干了什么好事吧？说，你干了什么？他呀，把人家弟弟给杀了。什么？他也是为了救嫂子。你别替他扫把星说话。他用药迷晕你嫣若，只要图谋不轨，就是该死。是哪个狗杂种杀了我弟弟？给我站出来！谁他妈叫陈八荒？给我滚出来！浩哥，他就是陈八荒。陈八荒，还不赶快爬过来给我浩哥磕头认错？认错？他不配！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陈八荒，你就别嘴硬了。
那周天浩那不是林小雨那种花拳绣腿，他真正在战场上拼杀过的。赶紧认个错啊！哎，我求老太君出个面，保住你的命，你不能让梦离年纪轻轻就守寡呀！说了，周皇尊的死罪有应得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妈的，还敢嘴硬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，替我弟报仇？不要！哟，这小美妞是谁呀？嘿嘿，浩哥呀，她呀就是陈八方的老婆袁梦妮。嘿嘿，您刚回来不久，对她不了解。她呀，可是我们阳城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儿。大哥，您想要她？我有一计能让云家主动把她献给你。好，好，就照这么说。你快去说，事成以后我重重有赏。谢浩哥。谁是这里的话事人？老身便是云家现任的家主。陈八荒杀了浩哥的亲弟弟，本该血洗云家为他报仇，但是我们浩哥心地善良，觉得冤有头债有主，不该迁怒他人。周总圣明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您尽管提，我们尽量满足。我们浩哥对云梦离小姐一见钟情，但是云小姐已经另嫁他人，心中十分遗憾，所以我想跟云小姐喝个交杯酒。喝交杯酒，周总这是要娶云梦离的意思？周总可是阳城一方豪强，娶云梦离是给他面子，当着云梦离老公喝交杯酒，周总这是杀人还有诛心啊！只要跟你喝了交杯酒，周总就可以放过云家。奶奶，我已经嫁给了八荒，不可能再跟别人喝交杯酒。今天叫你们一家来，就是为了你和八荒的婚事。从他回来以后，就到处给我们云家惹事儿。我早就想让你们分开了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找人打好了，本来今天就是让你来签字的。离婚以后，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周总？奶奶，我不会跟八荒离婚的。最近我周家从刑天总督那里得到了一份10亿的大合同，如果云小姐愿意陪我聊一晚上业务的话，我也可以拿出2个亿的项目交给你们云家承办，以此对老太君祝贺。不愧是周总，出手啊就是阔绰。早知道您喜欢云梦离，那哪还有他陈八荒什么事儿啊？梦离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端起酒杯，跟周总喝一个交杯酒。宴会散了以后，你就陪周总一晚吧。云梦离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可是公司的总经理，怎么霸占着总经理的位置，却不愿意为公司做一点贡献呢？就是啊，你可不要耽误大家赚钱啊！周总可是出了2个亿啊，装什么纯洁圣女？等你把酒喝了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一杯酒就是2个亿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妈，陈八荒再怎么不争气，也是您孙女婿。再说梦离刚结婚，您就这样逼他，不合适吧？所以，我不是带了离婚协议书来了吗？梦离可是家族公司的经理，如果刚离婚就和周总喝交杯酒，这今后传出去，那别的家族怎么看咱们云家呀？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。老太君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忧。如今的世道，强者为尊，只要云家有了实力，谁还敢对云家说3道4？再者说，我们周总只是仰慕云小姐，想要完成心中的心愿罢了。要是云家不愿意，那项目的事儿就当我们没提过。梦离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去跟周总喝酒？我，难不成你还在意陈八荒这个废物想法？他和周总可没法比。周家本来就是阳城的大家族，如今又有擎天总督的青睐，日后必将是飞黄腾达。你若是跟了他，日后云家谁还敢瞧不上我们一家？梦离，你听到没有？周总对你一往情深，并非是始乱终弃的随便玩玩。你这样做，帮助云家更进一步发展，对你以后的人生也有那么大的好处。难道够了没有？闭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
但愿梦里喝了酒啊，你呀就和人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韩唐说的对，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再敢多嘴，就给我滚出去！你这废物，能抱上我们云家大腿，已经算是我们可怜你了。现在还要在老太君面前摆谱吗？这废物根本比不上云梦离，早离早好，这天煞孤星，不知道还要给我们带来多少灾祸。区区2亿的项目，你们就想把梦里给卖了？这要是个10亿订单，不得跪下来叫爸爸呀！你要有10亿的订单，老子跪下来喊你爸爸！就你这穷样，还拿10个亿，估计连10万块钱都没有吧？是把自己当龙国首富了是吗？你要是能拿出10个亿，别说韩唐叫你爸爸了，让我叫你祖宗都成。老子存款能买下龙国的所有资产，10个亿算什么？这傻逼脑子坏了吧？话越说越大呢。10亿都不算什么，你卡里存的不该是津巴布韦币吧？胡说，明明是天地银行的人民币。这就是云梦离的老公。老太君，你们云家挑人的标准也不怎么样嘛。滚！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好，那这鼎盛集团的项目，我就先撕了。什么鼎盛集团的项目？鼎盛集团那可是我们阳城的龙头企业啊！难道这废物真的拿到鼎盛集团的项目了？你们宁愿要周天浩的2亿项目，也不想要鼎盛集团10亿项目。那既然如此，这份合同啊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我这就把它给撕了。但，哎，等等，你说10个亿？你说10亿就10亿啊，少在这唬人了。就是啊，他什么鬼话都能说得出来。奶奶，快把这个骗子赶出去，让云梦离和周总喝酒啊！奶奶，这份合同肯定是真的，不信你可以看看。竟然真的是鼎盛集团的合同。假的！奶奶，你看这上面项目负责人都没有签字儿，说明啊这合同是假的。你这个狗东西，竟敢拿假合同来糊弄我！没签字，签上就行。真是傻逼吗？这样明目张胆的造假，造假就算了，还签自己的名字。难不成鼎盛集团是他家开的？陈八荒就是没脑子，一个无可救药的脑残。这份合同你要还是不要？不要你个鬼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，滚！立刻给我滚！老袁，你的好女婿是真的把老太君给惹生气了，咱们云家的脸也被你丢了个干净。你要还认他这个女儿，就得让他把婚离了吧。唉，梦离这么好的一个女孩，却嫁给这样一个废物，真是可惜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照顾她。真不愧是后人，心肠真好。老太君，鼎盛集团的人来给您祝寿了。鼎盛集团，他们怎么肯屈尊来我云家的寿宴？完了完了，奶奶，肯定是他们收到了陈八荒伪造合同的信息，然后死了的。陈八荒这次真的是太疼云家呀！张总，实在抱歉，不知道老太君，我仅代表鼎盛集团全体员工来给您道贺，祝您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您太客气了。这是我们集团为您准备的贺礼，一尊玉弥勒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意思，祝您笑口常开。非常感谢，也请你替我给董事长转达我们云家的感激之情。老太君，您这是开我张某的玩笑吗？此话怎讲？我们董事长就在这里，您大可以直接向他道谢，何必再让我转达？董事长，这份贺礼您还满意吗？还可以。老太君，您觉得呢？可还满意？满意满意。既然老太君觉得满意，那就没什么问题。张总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工作要紧。好的，陈总。哎，八荒，你不留张总吃饭吗？老太君，不必了，公司确实还有很多事情，我就告辞了。八荒，你真的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吗？当然啦，要不然张振东为什么叫我陈总？不愧是我的好女婿啊！哎，我就知道我女儿没有嫁错人。
八荒，你出息了呀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早知道我们就好好给你庆祝一番了呀。八荒呀，刚才是奶奶太冲动了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呢也是为了你们好，不是恨铁不成钢吗？你看这合同的事儿，合同我可以再签，但是必须要签在梦怡的名字。周总，你也听见了，所以请你不要再拿2亿的订单威胁我，更不要让我答应你那些无理的要求。现在八荒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要不我们先撤，报仇的事再从长计议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便久留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这刚才是谁说？要是我能拿出10亿的项目，就立刻跪下来叫我爸爸。八荒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韩唐他也是为了我们云家着想，才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。阿花，要不算了，放过他吧。放过他？好啊，那我就放过他。那你们也就放过这10亿的合同。韩唐，还不赶快跪下！奶奶，我说了，跪下！还有呢？陈八荒，你别得寸进尺！我就得寸进尺了，怎么样？你今天要是不想叫的话，我就当没有这份合同。韩唐，你还不快叫！大点声，我没听见。爸爸！哎，我的乖儿子。大点声，我没听见！爸爸！哎，我的乖儿子。八荒，你看这合同。合同我可以签给云家，但是还有个要求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是梦怡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喂，刑天，我已经到鼎盛集团了。好的，天王，您上任的事情，一切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您直接到总经理办公室见张庆东，他会跟您对接剩下的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助理职位非我莫属，这个贱人还不快滚！我还没有参加公司组织的面试，你凭什么让我离开？就凭我老公是人事部经理啊，助理这个职位非我莫属。你要是再不滚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打断你的狗腿，把你扔出去。这不公平！我要见面试官，我要当面跟他谈。公平？哼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。林嫣若，虽然你风光无两，找了个短命老公，但现在还不是守活寡？何必？与我同学一场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林嫣若，你少在这装清高。上学时你是班级班花，抢尽了我的风头。现在我就是要把你踩在脚底下。不仅这个岗位，我保证鼎盛集团所有的岗位都不会要你。谁说鼎盛不会要他？八荒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到底是班花儿，到哪儿都有护花使者啊。你来应聘什么职位？总监助理。我知道，以我的资质可能有点困难，但是我想试一下。明白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你是谁？敢到我面前来充英雄？在这里嚣张跋扈，你是人事部的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老公可是人事部的经理啊！而且我告诉你们，总监助理这个职位要定了。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人事部经理，我还以为这鼎盛集团是你家开的。搞笑！我老公可是人事部经理，招什么人还不是由我说了算？既然你这么想当英雄，那你就跟着这个女人一起滚出鼎盛集团，到时候你什么职位也应聘不到。哎，老公，别再跟他吵了，要是害你也找不到工作，你回去又要挨骂了。哼，听听，原来在家里当狗，到这里充老大来了，识相点还不快滚！别在这给我管闲事儿。该滚的人是你，你一不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，二不是这里的员工，是谁给你权利在这里作威作福的？
你非要作死是吧？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喂，老公，我被欺负了，快来救我！老公，你快走！这事情要是闹大了，你在家里就更跑不过了。快走，走！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我倒是想知道，这个地方谁敢把我赶出去？谁胆子这么大呀？欺负我的女人！谁胆子这么大呀？欺负我的女人！老公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上学的时候都气不过我，现在又来跟我抢工作，今天你们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宝贝儿，你放心，能欺负你的人呢，还没出生呢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两个土包子啊！识相的话，赶紧给老子爬出去，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。老公，你斗不过他们的，还是快走吧！啊，也就是人事部的经理，没错，那就该知道，公司请人是挑选人才带动公司发展，而不是做垃圾收纳。你这么喜欢捡垃圾，不如我给你安排个清洁工去做做。老子还用着你来教我做事？小嘴挺能说是吧？啊，好，来人呐，把这小子的牙齿给我敲下来！是。干什么？没想到你是集团里还有真是。张晨东，这些垃圾是你招来的吧？你再不滚下来把自己拉的屎擦干净了，老子把你剁碎了喂鱼！东哥，这人是不是疯了呀？该不会是吓傻了吧？怕了吧？要不你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，我还能考虑考虑饶了你啊！你们这些狗杂碎都得干了些什么？赵总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小子过来应聘保安不成功，就在这闹事，所以我才找了几个兄弟教训教训他。应聘保安？对呀，就这种货色，还想来我们公司当保安，简直是给我们公司丢人。还有这个女人，简直就是下三滥，也配当张总您的助理。张总，您看我才是您的助理最佳人选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？哦，是的，张总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办公了啊！我现在就把这小子给扔出去。张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的就是你！哎，你不长眼睛也就算了，你的脑子也丢了啊！你真的以为什么样的人都能来这儿给你当手下？我这张脸被你丢尽了。今天马上你收拾东西滚！难道不是吗？今天除了招总监助理，就只招保安了。你可真是个蠢货！你知道这位是谁啊？他就是咱们集团董事长陈八荒先生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八荒，你什么时候成了这里的？他是董事长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是董事长，那我刚刚不是把董事长得罪了？那我以后一点晋升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贱女人！要不是你作妖，我怎么可能得罪陈总？你说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眼瞎？哎，陈总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错了，陈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宣布，人事部经理胡大军以全公司损害公司名誉，立即开除。陈总，你们还站着做什么？这两个人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，赶紧把他们扔出去。是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，你放开我可是人事部总监。哎，陈总。八荒，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。我们之前都以为你只是一个失踪多年后回来的流浪汉，没想到你是这儿的总裁啊！没错，嫂子啊，你今天啊就不用担心工作上的事情，有没有兴趣来做我的助理啊？总裁助理，那岂不是比总监助理还要高一级？谢谢你，八荒。哦不，陈总。那好，你今天啊先让张敬东去熟悉下工作上的事情。嗯。好的，陈总。林小姐，请。咱们公司呢，昨天的股票上涨了4个点，主要是由于咱们……嫂子，你说这些我头就疼。要不这样，你直接告诉我要在哪里签字就行啊。
可你是董事长呀，这就是你的日常工作呀。还有啊，以后在公司不准叫我嫂子，要叫我林秘书啊。景天这个家伙，哪里是给我送礼啊，分明是给我送麻烦来了。要不这样，嫂子，这个董事长给你当好了。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就这么决定了。景天，立刻将我鼎盛集团所有股份转到林佑的名下，立刻执行。好了，嫂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鼎盛集团董事长了。八荒，你别，哎，你啊，这可是价值千亿的集团呀，你就这么送给我了？你是我的嫂子，送给你个公司也没什么。哎，都说了，别再叫嫂子了。八荒，我问你，你既能掌控鼎盛集团，又和刑天总督相熟识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嫂子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八荒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真是我云家之幸啊！我们云家有鼎盛集团做靠山，那晋升阳城4大世家，那可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啊！哎呦，不知道八荒喜不喜欢这棵百年老山参？奶奶，不好了！奶奶，不好了！呀，你慌慌张张干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随我去把这棵山参送给八荒。奶奶，出大事了！你快看新闻！近日，鼎盛集团董事长陈八荒先生卸去董事长一职，并将自身名下的100%股份转让给一位神秘女性。这个狗东西，他想干什么呀？奶奶，那这山参咱还送吗？还送个屁！贺礼，八荒，你到了。这么早，你去哪？现在项目要启动了，资金还没着落，第一批就要投10个亿，我得赶紧去银行贷款。你家好算计啊，一分不投，要你做那么大个项目。奶奶还在生气，不准任何人资助，就当是她对我的考验吧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陪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。你在公司啊，好好熟悉下业务。汤云婷大小姐，您亲自打电话过来，有何吩咐？郑行长，没有我们汤家，你还只是条让人呼来唤去的狗。是，我一直记得汤家对我的再造之恩。那么眼下你有一个报答汤家的机会。汤大小姐，您请吩咐。通知银行所有职工，看到陈八荒及云梦里出现，立刻把他们赶出银行。哎，您是郑行长派来的吧？我叫云梦离，劳烦您过来接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老子不是来迎接你的，老子是让你滚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们行长约好了，今天要来拜访。郑行长，郑行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，你得罪了汤家，我不能放在这里，请自便。可是郑行长，昨天你在电话里明明答应我了要贷款给我。汤家可是云城的第1大家族，你一个小小的云家，竟然敢与汤家抗衡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再说了，投资风险这么大，我不能贷。滚！没听到我们郑行长说话吗？赶紧滚，别耽误我们工作了。小李，黄经理，来者是客，怎么这么无礼啊？这里我来招待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云总，眼看都火烧眉毛了呀，我这里倒是有条明路可以指给你。汤小姐说了，只要你呢，委身于汤云海大少，帮他生个孩子就可以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汤小姐呀，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说呀，只要你帮汤家留个后，她呢就会给我们行长打电话，把债呀放给你。你放心，虽然汤大少是个植物人，不过呢，办法呀总是会有的。黄经理，好意我心领了，麻烦您回去转告汤小姐，我恕难从命。呸！给脸不要脸，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货色，能卖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。无耻！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来人呐！这个臭婊子找我贷款，说能跟我上床，我不答应，他发疯打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
梦离，没事吧？上啊！你是谁？竟然敢在营口闹事儿！你不要活！这种恶心的垃圾！这2个人贷款不成，想抢劫，快来人报警，把他们抓起来！花花，事情闹大了，你快走！非常觉得我来解决。没事，没事上，让你们行长出来见我。就你，还不配项目行长？这里所有的监控都拍下了你的样子，你逃不掉的！我要让你牢底坐穿！把这个拿去给你们行长看，让他出来见我。呸！什么破玩意儿！至尊的黑卡！再说最后一遍，10分钟。姐夫，我们完了！哎呀，你发什么疯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在这儿叫我行长。你捂着个肚子干嘛？想拉屎你去厕所，来这儿干嘛？不是姐夫，我不是肚子疼，是我们摊上大事了。至尊黑卡，他哪来的？我刚才在大门口教训那个云梦离的那个贱人，突然就出现一个小白脸，还很厉害的样子，然后就拿出来这张卡给我说，10分钟之内让你滚回去见他。什么？不是姐夫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这张至尊黑卡是云梦离那个小白脸的？如果卡是真的话，喂，你好，我这儿刚收到一位客人的黑卡，我想查询一下真假。请报上卡号。这张卡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卡号是4个8。哎，姐夫，问的怎么样了？嘘，我是总行董事徐军。徐总，怎么能劳烦您亲自接我电话呢？听着，你这张黑卡全国只有3张，我只能告诉你这张是其中的王者卡。至于卡主人的身份，你不配知道。是。我很好奇，卡主为什么会亲自上你们那儿办理业务？不用说，我没资格打探那位先生的隐私。总之，你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拼尽全力让他满意。如果他对你没有一丝的恨，那你甚至整个阳城分行都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好，徐总您放心，我一定全力接待那位先生。姐夫，那这张卡是真的？从刚才到现在多长时间了？差不多快10分钟了。陈八荒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赖在这儿？快走！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情交给我解决就好。交给你，你能处理什么？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是有用吗？是警察来了你能挡枪，还是我贷不到款你能够去想想？你做的事情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。走吧。梦离，我真的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吗？虽然是。哎，姐夫，不是行长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，我慢慢。不是云总，我是想邀请2位去我办公室聊聊贷款的事情。这位先生，是少的刚刚有眼不识泰山，千万别放在心上。二位请。云总，我知道您那批贷款很急，我已经让人做了加急处理，今晚就能放款。真的吗？谢谢郑行长。不客气。云总，合同，你看这也到饭点了，我已经让黄经理在附近最好的酒店订包厢，2位可否赏脸吃个饭再走？真不好意思，我公司还有点事情。这样吧，等之后我做东，请您吃饭。好，那我恭候2位大驾。八荒，对不起，刚刚我语气太重了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贷到款。怎么会呢？我知道你是真心关心我的。姐夫，刚才咱们的态度，人家不会记恨上咱们吧？不知道刚才那位大佬从头到尾根本猜不出来心里在想什么。姐夫，那汤家怎么办呀？咱们总不能2头得罪了，2头都不落好吧？汤家算什么？
也只能在阳城称王称霸，跟那位大佬比起来啊，连个蚂蚁都不如。云海要是再不行，就只能明天的升龙大典上求天王出手。不知道郑行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连电话都不敢接，都是成事不足的废物。大小姐，我们请到了国手张慎一，云海大烧了病，有救了。快有请。是。等云海醒了，陈八荒，明天升龙大典结束之时，就是你命丧之时。行，我现在就想手撕了陈八荒这个狗东西！云海，你先别着急，明天就是天王大人的升龙大典，那才是我们汤家眼下最重要的事情。至于那个陈八荒，弹指可灭。好，现在就去云家带云梦离参加升龙大典。陈八荒这顶绿帽子，我让他戴定了！哈哈哈！这今天呢，本来是我们云家参加升龙大典，一跃龙门，成为顶流大家族的大好日子。这只可惜啊，咱们云家出了一个蛀虫，到处惹是生非，这才使咱们云家失了资格，只能在这干坐着。造孽呀，造孽！云老太君，何故叹气啊？汤少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您不是……我不是已经成为植物人了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幸亏我姐请来了神医治好了我的病。我今天来你们云家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告诉你们云家可以和我们汤家一起参加升龙大典了。什么？我老太婆没有听错吧？我们云家可以随汤家一起去参加升龙大典？是的，没听错。哎呦，多谢汤少。奶奶，我就说呀，这汤少是重情重义的好人。梦离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感谢汤少？要是你不去，我去。住口！汤少的一片心意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就是，云云，你想害自己可以，可别害我们云家其他人。我操！我直升机！我飞机呢？飞机呢？少爷，咱们的飞机被炸了。我被炸了？谁干的？属下不知。不知道，不知道会不会去找？快点！光天化日，敢炸了汤少的飞机，怕是来找死的吧？云海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竟敢把飞机停在我要停的地方，我就把它炸了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原来是城主大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我的飞机停在了您的位置上，它该炸，没有意见。还算懂事，因为大人我说了，要你去升龙大典上担任重要职务。有如此大人物看得起我汤云海。哎呦，袁梦离，看看这汤少啊，才是人中龙凤呢，这样可是那个废物陈八荒可比不上的。升龙大典，特发此函，任命汤云海为盛世门童。城主大人，他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让我去当门童啊？你太缺少见识了！升龙大典可是全国著名的重要的庆典，多么荣誉的场合！重要人物让你去给他当门面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原来如此，是有大人物要故意栽培我汤云海。汤云海在此谢过大人物，谢过城主大人。玉小姐，奉天王之命，我特意前来，请您去参加升龙大典。天王接我？可是我并不认识天王大人。天王大人说了，您到了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可我……云小姐，天王大人一旦动怒，我就是长了100个脑袋也了不起啊！哎，云小姐，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。云小姐，来，您请。云小姐，来，有请。您先请坐，稍等一下。待会儿升龙大典开幕之时，您心中的疑问也可自行解。
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忙一下。谢谢城主大人。哟，我说啊，姐姐，你可真是口味重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什么八荒哥哥，什么只嫁陈八荒，别人不嫁，你连城主大人都能下得去口。你要这样，你早说嘛，姐姐，何必在我们这儿装什么白莲花呢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跟城主大人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胡说八道？奶奶，您说说看，这要是姐姐和城主大人什么都没有的话，这城主大人怎么会对我们云家这么好脸色？这又是亲自上门接送，又是给你挪椅子，又是各种献殷勤的，我们大家啊可都不瞎，看的可是清清楚楚的。梦离呀，城主大人现在是有钱有势，可他已经60岁了，还能做几年城主，马上就要退休了。你再看看汤少，那可是受大人物器重的，升龙大典过后，定能一飞冲天。听奶奶一句劝，你就从了他。姐姐，你这副这么好的身子，要我说呀，就得汤少，这才不浪费呢。真是狗嘴里吐出象的，不会说话就把自己的狗嘴闭上，否则我就亲自帮你扶正。陈八荒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哦，我说呢，你这种废物怎么能混进这种高端场所？原来是个服务员啊，太奇怪了。你说的也没错，我今天在这里就是要给梦里补一个盛大的婚礼，我就是为她服务。八荒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可是天王大人的升龙大典。可笑，他怎么能跟我们坐在一起？奶奶，他是我丈夫，坐在这儿没什么问题。你可真是一个臭不要脸的婊子！这前脚城主大人刚走，后脚你就在这勾搭别的男人，这回头城主大人要是生起气来，可跟我们云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八荒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。陈八荒，这可不是你应该做的地方，这么靠前的位置，就连汤少的父亲汤老都没资格坐，你一个服务员，别想一步登天。我可提醒你，小心惹怒了天王，你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。行了，下人的话我已经听见，顺便说一句，我压根也别想做这。八荒，你要去哪？乖，我有些事情没有处理，你呢就在这里乖乖等我，我一会儿来找你。这个废物呀，一准是听到梦离攀上了城主大人，吓得跑了。岳梦离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！这陈八荒、城主大人还有汤少这3个男人都被你玩得团团转，你今天坐正前面，不会是一会儿还想勾引天王大人吧？这云梦离真不要脸，这女的看着这么清纯，没想到这么放荡。没有。玉皇将军到。哟，汤家这2位怎么在这当起来门童了？玉皇大人，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今天可是得了大人物的垂青，特地让我在这里迎宾，别人没有这待遇。那位大人物会喜欢你这条狗的。大人，你这是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夸你可爱。谢谢将军夸奖。谢谢将军夸奖。汤云海呀，你可当真是傻的可爱呀！顺道问一句，天王大人到了没有？天王大人已经到了。好，这就是天王大人的宝座，今天终于可以见到他了。羽皇大人到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早就闻听羽皇将军战功赫赫，今日一见，果然神采飞扬。座位是谁定的？回禀将军，这是刑天总督亲自。哼，这刑天总督真是糊涂了，这云家早就被剥夺了参加圣礼的资格了。听说这次还是借着汤家的名帖混进来，这难道不应该和汤家坐在一桌上？羽皇将军，我们您误会了，是我误会了。这你们汤家啊，都已经站到门口当门童了，那这云家岂不是也得到门口跟你们一起站着去吗？玉皇大人，我们汤家是有正式入场资格的。对，大人。你肯定是觉得这个云家跟陈八荒的废物有瓜葛，所以才想驱逐他们。可是眼下呢，这云家跟汤家马上就要联姻了，还请您给汤家一个面子，
汤家的面子。玉皇大人，云家人是我请来的，安排云家人上座也是我的意思。妈，玉皇大人有什么意见不成？周城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让这么些个不入流的人入座主桌，你是想侮辱天王大人吗？哼！玉皇将军，在事情搞清楚之前，请您谨言慎行，请坐吧。好，各位请慢慢聊，我这就去迎接天王大人。云梦离，当年你没与陈家退婚，嫁给陈八荒这小子，现在不后悔了？玉皇大人何出此言？那人的品相啊，我打探过，十分卑劣无耻。同为女人，我奉劝你一句，最好离他远点。恕我直言，陈八荒并不像你口中那样不堪，相反，我认为他是个好丈夫。梦离，你怎么跟玉皇将军说话的？赶紧道歉！我看你啊，也真是可怜，被个没用的废物欺骗成了这样。算了，我就饶你一次。梦离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你放心，升龙大典一结束，陈八荒那小子他死定了。你就走了，从了我吧。做梦！我是不会嫁给你，你放开我！云梦离，趁我现在还对你有感情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当于凯，做好你的人头，敢跑到主桌上来，小心被扔出去！又是你个臭小子！你个下里敢对我不敬，你活腻了你！人头就该乖乖在门口站着，否则等刑天来了，再打成植物。你以为老子跟你一样只是一个下人吗？我是被大人物看中，只要有机会成为他的侍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而你只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，我呸！永远都是个垃圾。陈八荒，珍惜你生命最后的时光吧。升龙大典结束后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哼，云梦离，不许你再对这个废物抱有幻想。大典结束，你就改嫁。奶奶，婚礼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宾客保持安静。婚礼？什么婚礼？这难道不是天王大人的升龙宴吗？哇，陈八荒，不会是你小子故意捣乱的吧？你知不知道总督大人和朱城主有多重视这次升龙大典？陈八荒，你这小丑真是够可笑的啊！看来不用我唐家出手，你就要被天王大人处死。见过刑天大人、城主大人。天王大人有令，请云梦离小姐换上喜服。什么？刑天大人为什么要给这个贱人送上喜服啊？刑天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今天不是天王大人升龙大典吗？天王大人要做什么，何时轮到你来评判？刑天大人，天王大人让我弟弟迎宾，证明他是看中我唐家的。汤家，天王确实着重服务汤家。天王要你们跪在这儿看他的婚礼。什么啊？混账！你们俩乖乖的在这儿给我跪好了！怎么办呀？咱们怎么就得罪天王大人了？别急，天王这是在考验我们呢。笑什么？这个死废物！天王这是在提前训练我唐家做他的侍从，此中用意，你这辈子都领会不了。就是佩服，佩服。于小姐，请吧。刑天大人，你搞错了吧？我已经有丈夫了，是不会嫁给天王。梦离，你就把衣服换上吧，我也去换件衣服，马上回来。哎呀，好，真是太好了！没想到天王大人对我孙女一见钟情。奶奶，你别乱说。梦离，听话，快去跟刑天大人把礼服换上，可千万不要耽误了天王大人的吉时。不可能，这天王大人怎么会看上这样平平无奇的女人？恐怕是刑天搞错了吧？
从昨日开始，他就一直犯糊涂。毕竟是刚转移到总督的位置上，有些纰漏也是难免的。小姐说的是，待会儿天王大人来了就会知道，这是一场乌龙。这女人换衣服啊，就是。陈八荒，你疯了？那是你能坐的位置吗？那你来说说看，我应该坐在哪里？你还要不要点脸啊？你跟服务员坐什么位置啊？那可是天王大人的宝座，你赶紧下来！今天真是长见识了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服务员，居然敢霸占天王大人的宝座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看看自己配不配？陈八荒，你也敢穿礼服啊？你是不是妄想症发作，把自己当天王了啊？陈八荒，赶紧滚下来！滚！云家，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机会，是你们自己全然不当回事。也罢，此次我娶梦离，与你们云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云家不配享受此次的荣耀。梦离小姐道。姐，这也太美了吧！你说这会儿天王大人认错人了，一会儿不会真把他娶了吧？你放心，天王大人何等尊贵，岂会看上这种不入流家族的庶女？咱们离台子近，说不定待会儿天王大人看到我会直接娶。那姐，你要当上天王夫人，把陈八荒给我处死，把云梦离许配给我。天王大人，不知道您身在何处，听不听得见我说话？我云梦离蒲柳之姿，实在是配不上你。我这身婚纱是为了陈八荒所穿，还请您成全我们。云梦离，你个不孝女，还不赶紧闭嘴！你想害死我们云家吗？云梦离，我可真是佩服不了起。这可是天王大人的宴会，你在这儿说这些话，不怕掉脑子？有请天王大人登场。有请天王大人登场。陈八荒，你是疯了吧？刑天总督叫的可是天王大人。疯了，疯了，彻底的疯了！陈八荒，你敢得罪天王大人，可是有灭顶之灾呀！自作孽不可活，陈八荒，你自己找死，没人救得了你。梦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陈八荒，你真的是疯了！你竟然敢动天王大人的女人，真是不知死活！陈八荒，你还敢在这儿玩浪漫？今天你必死无疑了！刑天大人，你都看见了，这个无耻之徒竟敢如此放肆，敢在天王大人的宴会上求婚！你快把他拽下来，拽下来，就地正法！刑天，你多少有点不像话了。亏得天王大人这么信任你，让你操办升龙大典，你却任由这小子胡作非为。君玉华，我看你是跋扈惯了，不懂规矩了是吧？刑天，你就算是五星战神，职级在我之上，但你违反的是天王大人的谕令，该当何罪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执迷不悟是吧？台上这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见的天王大人。什么？参见天王，天王夫人。参见天王，天王夫人。什么？陈八荒，居然是天王大人！陈八荒，当年你陈家权倾朝野，提亲之人踏破门槛，如今你陈家破灭，这婚我君家退了。陈八荒，安心做一个废物也没什么不好的。我汤家与你就此再无瓜葛。我竟然亲手撕了天王大人的婚书。小姐，这不怪你，谁能想到
他就是天王呢。完了，姐，我多次侮辱了，竟然是天王，我们汤家完了，姐。没想到，在汤天体也有看走眼的一天。今天听令，属下在。汤家横行霸道，罪恶滔天，移送巡天阁，两口发落。云家助纣为虐，列为庶民。天王，饶命啊！天王，饶命！就看在咱们曾经有过婚约的份上，饶了我吧！聒噪，拉下去。看在梦里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们条活，滚吧，永远别出现在我的视线。大花，你居然真的是天王！如假包换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不相信你。不必说谢谢，好不好？我爱你。